欢迎来到少主林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玩具仔 Twice 的变漆造型大黄蜂。这一款也是目前来说，我觉得在大黄蜂这个角色的处理上边，可变形领域做的最强一种，没有之一。那么免费的赞准备好了吗？咱们即将发车。开盒配件的内容有这么多：武装起来的战斗面具，2个臂炮，2把刀刃，刀刃的造型。这个尖儿是不太一样的，另外还有2个可拆卸式的倒车镜。划重点，想起来是谁的风格没？还有一个红色透明零件的爪子可以折动的这个地雷，中间的墙磁可以作为磁吸灯的开关，但有一个问题，这款玩具的电池型号需要 SR416SW。而且一共需要12节，我买少了，所以呢，咱们也只能一点一点的来展示了，亮一个部分，然后展示完卸下来电池，再重装到另一个部分。首先是胸口的造型，这一块的机械纹理感特别的不错，装甲的层次，胸口一层一层摞起来的感觉。最关键的，它不是一个假胸，它全部是用真零件变出来的。这2个大灯的位置里边就要安装各2节电池。点亮以后，白色的大灯还是非常闪亮的，即使我现在这个灯棚的强光照射之下，依旧是点亮以后很明显。我们把它关暗一点，你正着看其实还有点刺眼嘞。这大车头，这标准的车头灯。卸下这个灯光模组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一块胸板打开，用螺丝刀拆除这一粒螺丝。滑动下来，灯光模组在这里边，然后是头部造型，这些细节的刻画都是非常不错的。脖子下方这里其实是2段关节，脖子单独的活动，点头抬头范围很大，左右旋转360度，头顶上2个小蜜蜂的耳朵也是可以来回活动的。奶嘴蜂这张脸刻画的造型非常的可爱，从外传形态下一直延伸到变漆以后的一个造型。还原度挺高的，点亮。奶嘴脸是蓝色的瞳孔，灯光的效果还是挺亮的。仔细看，瞳孔里边还有一些光学镜的刻画，有细节。ET 造型的战斗面具，这2个斜着的线条里边也有一些内钩的刻画。同样，耳朵这里可以动，不是，应该是触须啊。通过球形关节和脖子这里进行更换。点亮它。里边隐隐的能看出来红光，而且仔细看这一块眼罩的茶色玻璃里边有网格状的，应该是准确说蜂窝状的这种6棱形刻画。效果特别棒，把2脑袋放一起对比一下，不错不错。下一个灯效位置是2个臂炮，通过这一块的缝隙抠开，灯光模组在这里面。注意往回扣的时候这里是有2个防呆孔的，这儿和这儿2个凸起的边缘，对应臂炮上开着口的2面凹槽。如果你转错了的话，它是扣不进去的。我们需要把手腕这里的扣子拨下来，打开这一面深灰色的盖子，顺着中间的洞套进去，插紧，然后把这个盖子扣回来，按形状固定。通过磁吸点亮后，臂炮这里射出的是黄色的灯光，双臂炮亮灯后的造型。臂刃安装，我们需要从侧面90度打开小臂夹，然后顺着这个扣子给它插进去。有星际神族插冰的那个味道了。从领口位置的一些包裹刻画，到每一块面板上边的细致纹路，甚至脖领子里边的层次感，这些花纹细节。腹部，相当的不错。手臂、肩胛这里可以独立的打开，平举胳膊的话就可以让出更大的位置了，能举得非常高。而且在根部的这个转轴位置这里边也有变形需要的一些关节可动，辅助一个蝴蝶的关节。360度旋转，没有干涉。2头肌左右旋转360度。胳膊肘在屈臂的时候注意这一块的造型零件，我们可以把这转一下，挪开，
两段关节，曲起来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整个的金属漆面上边有这种旧化的涂装效果。手腕球形关节全指可动手，而且左右这里也能张开。背后来看，车门展开的小翅膀，透明的玻璃，并且里边也有一些纹理和涂装的刻画，展现出来是车门本应该的一些细节。摇动的玻璃的把手啊，开车门的锁，以及内饰的一些装潢。根部这里有多段的活动轴，小触须的背面这里也涂了金属漆，后脑勺的纹理刻画也很细腻。背包这一块完全不会显得厚啊，这一块的身体包裹度非常的好，两个轮子直接背在后面，还进行了一个锁扣的位置。后背、腰部、脊椎曲线、装甲层次的纹理。这一款的胸腔里边其实卷动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啊，但是包裹的程度非常的好。转一圈看看，圆润的感觉真的是曲面设计。最关键的弯腰结构，它这里是两段，在活动的时候，后排这个脊椎骨一层一层罗列出来的龙虾背，哦，它是一个可变形的玩具啊！腰部左右旋转360度，但是这一款样板有一个问题，腰部现在有一些松，前后的，尤其最根部的这段活动轴啊，等大货的时候这里会调整好的。还有一个问题，现阶段组装的样板腋下这里的锁钩并不能完美的插到底，只能一边搭进去啊，另一边这里会翘出来一点点，尺寸上面还有公差。等到大货的时候，设计师说会把这两个地方调整到位，胸口就捏得更紧了。胯部前台的范围非常大，可以跟这样举起来。但是这款身上并没有什么齿轮关节，后贴也不会干涉影响。侧面这里裙甲也是可以单独拉开的，侧举可以举到90度多一些。大腿根部这里左右旋转，阻尼感还很好啊。中间这里是一个合金的零件，它是合金对尼龙的一个摩擦。膝盖的位置设计了联动的膝盖甲，屈腿的幅度也能达到120-130度，而且这一块你是不需要变形的。哎，贴合的效果很好，这是一个可变形的玩具哟。从后面来看，整个的大腿、小腿、肚子，甚至这一块面板的还原度，都和电影里边是非常相似的。转一圈看一看，腿部的包裹性也是非常完整的。轮子贴在侧面这里，前方中间的这根骨架是合金的，这块面板可以稍微翘起来，这些小细节。脚底下隐藏零件的位置，还有装饰的这些花纹面板，是里外面的切换，很熟悉吧？我很喜欢小腿肚子这一块的设计啊。还有就是朋友们比较关心这一块里边的结构特别多，会不会影响脚踝可动呢？答案是不会，范围还很大。从这里边看，面板堆叠进了小腿肚子和脚丫子里边，但是在堆叠出来的面板中间是有错层的，刚刚好，结合上去看不到。接地拉下来，大概能拉45度左右的接地环啊。人形全高到头顶在22公分左右，人形态展现了一个非常高的素质，基本上可以达到30 DL 的那种级别。从涂装到可动到它的一些细节的层次罗列，基本上和电影里边的造型还原度已经非常的接近了。最关键的，它是一款可变形的大黄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把它变成车，感受一下这一款的变形魔法。这个倒车镜其实可以插上去啊，它是不影响变形的，在这个位置啊，一会儿我们再插。老莽的那个视频从车变人嘛，正好咱们来做逆变。首先把两个小风须子耳朵收进去，胳膊这里往下拖一拖，打开这一块胸口侧面的挂钩，两边卸开。后背这里轮子和锁骨大椎穴的地方，打开两边侧面的钩子，我们把它整个的拉开，腾出来空间。接着把车门两边打开，转轴的位置
中间的这一条脊椎，整个的旋转翻下来。这里全部解锁之后，我们把双段关节的根部2个车灯的位置，左右胸口拉松，脖子打开侧面这一条，然后顺着肚子里边整个的把保险杠翻出来，也是侧面这里单方向的拆扣，旋转到正面，卡回来。上方的这一条整个的顺脖子后面翻过去，这一块前机盖完全结合好之后，脖子回归，把这里扣住，脑袋摆好，侧面这里2个小的造型零件贴起来，顺着根部这里的球形关节把它双段延展开之后旋转一下，车头贴到这边来，翻过来之后把左右这里的扣子插合对准，保险杠的位置左右打开，肩膀的这2个零件通过双关节我们往下撇一点点，腾出来空间。注意在这个位置的一个结合点，它是夹层式的，把这2块先抠开，然后再把前机盖整个的掀起来，中间这里是合金的零件，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胸口的位置延展拉出。可能大家觉得胸口里边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而且这里缺了2个螺丝孔啊。原先在老铆的视频里边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支撑的黑色骨架，后来设计师发现啊，这一块的支撑效果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呢就会把这2个取消掉了。大货的时候也是没有中间的那2个棍子支撑的了。然后有一个细节，记得边缘这里的2个锁腋下的小钩子，把它折叠收到里边。胳膊的变形，打开这一块90度的关节，顺着这里边旋转一下，让出来双关节这里的走向。这个插扣对应大臂上面的位置，双关节进行结合。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拉起肩胛，旋转一下，腾出来更多的空间，把它扣合在一起。再通过肩膀位置的双段关节折叠回来。这个拳头的收纳，我个人建议呢，中间对合起来以后，可以做成这个抱拳拱手的姿势，跟这样握在一起，然后2个肩胛回归，从侧面看与身体结合，形成这样90度的夹角。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腰部左右2块的转轴片，让出来这个空间，我们把前挡风玻璃跟这样延展开。2个车门掰下来，然后中间的这一条2段拉伸，翻开轮子内侧这里有一个小的挡肉片，拉出来，然后胯部这里腿要往后折90度，裙甲这里双关节拉开，顺着这一块旋转一下。贴到前方来，整个腰部往下压，把挡风玻璃90度压平，后边的这一块根部顶盖填平，在前方这里先把挡风玻璃翻正，这2片往前折，放在这儿，盖子翻回来，跟这一拼齐，轮子侧面根部这里的插扣进行结合。腿部这一块的变形看似复杂，其实还是挺好理解的，就是藏面板。首先打开侧面这里，边缘根部有球形关节，旋转一下，再反扣回去，进行一个里外面的切换。脚踝关节折开，前方这里摊开，打开侧面小腿肚子这一块插扣，两边都有插扣啊，要解松了。然后把小腿肚子这一块装饰零件顺根部抬起来，里边这里是一个6型的蛋卷式的隐藏，把它掰出来，延展开，这一块再填回去夹住。打开后脚跟，下方这里有锁定的扣子，这一片黄色的装甲滑槽要推上去，翻开，然后中间这里夹心的地方，把这黄色零件转出来，整个的往外拨，
脚尖这里打开，掰起来。我们把这一边的侧面车窗的角拉起来，这块我们已经划到底了。脚后跟的这个零件吧，插到底，有扣子把它固定住。然后侧面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有一个黄色的豆点儿。我们把面板延展开以后，这里有一个插槽，旋转一下，跟这个黄色的豆点进行固定。前方这里还有一个插口，跟黑色的零件进行固定。内侧这里还插着一个板子，把它翘起来，整个的翻转180度，整个就拉开了。两条腿其实是不对称的变形，因为中间夹合的位置这里多出来一块，旋转出来以后，根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滑槽，注意不要忘。另一条腿旋转起来，把它打平。现在延展开，我们就可以把轮子整个的拉开，然后对应这里边的形状贴回来，旁边的这些条进行扣合。注意，在这一块面板下方是一个燕尾的插槽，还有前方的拨点位置锁扣结合，把这块拼齐。轮子内侧有扣子和小腿肚子外边的扣眼进行结合定位。顶盖的小细节，车灯的位置别忘了旋转翻出，这一面也是从里边先旋转出来，再90度翻出。腰部左右有2个半圆弧形零件，需要顺着这个地方折进去。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尝试密合腿部了。把中间这里的脊椎翻过来之后，和小腿内侧这里有一个插扣进行定位，两边同时夹住。下方这里脚踝处的圆豆位置有一个插扣进行结合，翻过来顺着这一面所有的插扣连接在一起。注意这个位置是一个燕尾锁。细节注意，车灯黄色和黑色的连接轴侧面有一个孔位，它对应的是里边的这个桩子，我们要横着把它套进去。翘起一点玻璃，横着把这个插扣套到底，进行扣合，夹一下。那好，所有的锁扣都到位以后，你的车整个的顶盖连同后方的这一块密合的才算到位了。翻到车尾来，这2块板子1段卷，2段卷翻出的时候，这一块有一个小插扣跟银色的零件固定，旁边这里有一个搭边的扣子，跟保险杠下方的凹槽搭一下。另外一侧同样1段卷，2段卷，掰过来，这个小扣眼插合，锁紧，这边掰正。然后用这个保险杠往下滑动，再次把边缘的插销锁住。中间缺口后盖双段关节掰下来，这里的2个插孔对应这2个小的方桩，折下来插住。那屁股的窟窿我们就包好了。最后一步，我们来整理车门翅膀的部分。顺着下方这里2个尼龙的零件，先掰开前方的边缘，打横一个90度，接着整个的延展打开。在这个翅膀的夹层里边藏了前方这里的遮盖板，哇，你是真的会藏东西啊！然后继续延展，打开，再卷动一下，这个位置啊稍微的避让。好，把前方的这一圈包让出来，接着下方的这个边缘我们旋转到外侧来。它里外旋转的时候造型是不太一样的。车型状态下，把这一圈栏翻到外侧去，同时下方这里左右的插扣结合定位上。另外一边同样，先掰开，打横90度，顺着这个盖子拆开，把里边藏的东西都给它翻出来，卷，打开这个板子，打开，哎，包出去。后方这里回归插合门板，
把它旋转到外侧来，扣住。理论上这一片完全收纳到了门板里边。现在在合并的时候，我建议先把这一块方块折进去一定的角度，我们腾出来空间之后，把这一块的转轴先立正，摆成斜着的角度之后，顺着根部的滑槽缩短，缩到最里边，折一下角度，让这一块的缝隙面贴合。哎，这个时候再从里边抠起来这一块的方块，就不影响那个滑道的伸出了。现在需要扣合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维度的点。第一个，上方这里的挂钩，前方这里和车灯的结合，在车门里边和大腿侧面这里有一个扣子，这个位置的结合，同时的进行。所以我们需要把车头的这一块先折开，腾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有维度嘛。车门这里找准扣子跟大腿先压在一起，前方这个挂钩从上往下扣进去。最后一步，这些全部密合到位。注意一下前方轮胎边缘的这一块翻出的零件有没有卡到位，顺着这里的双段关节翻下来，后面的插扣进行固定。整理一下缝隙，安上倒车镜。那么好，玩具 Toys 的这款变漆大黄蜂我们就变形完成了。整个的车型密合起来还是挺结实的，环环相扣的锁定感，但是也因为面板上方这里分了太多的件儿，所以这些分件的线条看起来有一些乱。这个可能是很多玩家在观感上的第一直觉印象，但是人形处理的确实太棒了。为了照顾到最后人形的一个完成度的效果，它必须得分那么多的件儿啊，所以切割的面还有一些转轴的位置，在车型状态下其实等于是妥协下来的。车窗全部用透明材质的玻璃，轮子橡胶的轮胎，银漆的轮毂。如果变形到位的话，推车滚动还是不错的，但是会稍微的有一点磨地，主要是体现在这个膝盖的尖的位置，这个地方应该再调整一下，因为目前还是一个样板阶段的东西啊，大货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地方还是要进行微调的。变形完成的车长在34公分左右，不小的一个尺寸。其实吧，打开这两块，后边这里还有2个空槽的位置，这个空间可以利用起来。我觉得如果加一个插孔的位置，能把这避刃藏到这里边，完全没有问题啊。变形难度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的，毕竟它是一个电影造型的玩具，还要兼顾人形那么还原的一些细节的方面，再加上保证一个良好的可动，而且用料材质是非常厚实的，所以也是期待在大货的时候能把这些小细节的位置调整好。其他的方面可以说这是目前最强的大黄蜂，应该没有任何的异议。变形的逻辑完全是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它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零件在哪个位置，甚至它的面板上有一些上会有一些凹槽的刻画，你把这个零件折到位以后，刚刚好落在这个凹槽里的时候，表明了变形到位。这个也是设计师在设计变形过程时候一个很贴心的细节。基本上大面积的分件都是为了去藏零件，把一些车型状态下的面板隐藏在你看不到的位置。有一些藏不到的呢，就用里外面的翻转来展现细节的刻画。这个也是我们在玩第三方电影玩具里边非常熟悉的一个操作法。其实大家应该现在也能猜得出来这是谁的作品了。保险杠这里用了尼龙的材质，其实安全系数还是没有问题的，不会轻易的折断。包括这一块的防撞栏还有车灯的位置，底部全部都是尼龙杆，身上融入了不少的灯光效果。所以当你第一次买回来的时候，需要12节纽扣电池才可以把它全部点亮。这就像很多朋友们在说，电影系的玩具你避免不了的身上有很多复杂的收纳结构，毕竟它在人形状态下要展现出来一个更不讲理的状态。如果说动画玩具的设计不讲理的地方是质量转换技术和一些动画里边的颜色 bug 问题的话，电影玩具主要的难点是在这些细小零件的转换，以及每一个零件在身上车型不同位置的替换，这是它最难的地方。而这一次的这款玩具仔 Toys 的大黄蜂，我觉得能把这些东西都做到非常的极致啊！谁能想象到，连翅膀下方的这一块门板空间都用来收纳这么大的一块板件
所以啊，藏东西藏得恰到好处，很鸡贼，很会偷空间的一个设计师。如果他大货出来，品控方面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一款可以誉为今年最强的电影玩具，完全不为过。现在就可以下定论了。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玩具仔 Toys 的大黄蜂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